判定很难。哦，又是一个中国重炮手小将杀进日本擂台，连续重拳碾压日本重炮手，看傻现场观众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这一场是中日大战，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选手王俊光，我们的黄金男孩。一般来说啊，打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死蛇方便邱建良，但不要忘了，我们的黄金男孩王俊光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抗日奇侠。15岁开始习武，也是登过各大赛事，并且取得了胜利。在擂台上，他的打法很是凶猛，还有个外号叫做光光猜啊，意思就是说在擂台上就是进攻没有防守，光光就是一顿输出。那这次去到日本呢，要对战的就是日本的重炮手李健佑己，打法也是很凶猛的一位啊，人法很重。赛前也是嚷着说在日本已经难寻敌手，这回王俊光自己送上门去了，说一定要把王俊光用轮椅给送回中国，哈哈，真的是狗咬乞丐啊，畜生也欺人。但毕竟狗还是狗嘛，教训一顿就听话了，所以王俊光这一次也是要好好的教训对方，而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一个实力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来观看比赛。红色全套中国选手王俊光，蓝色就是日本选手李健佑己。看来这个日本选手按耐不住啊，他先发起的进攻，连续的腿法进攻王俊光，而王俊光也是不甘示弱，马上反击。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啊，两个人只是简单试探一下，没想到这都是假象啊！看来这场比赛双方都是奔着去终结对方的目标而去啊！王俊光又是连续的组合拳打击对方啊，将对方抵在这个栏边啊，相当于一个定点的位置。看来这个王俊光这场比赛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，让我们继续期待王俊光的精彩表现。然后 KO 了林京平，输给佐野天马也是判定是两个人差距并不大，漂亮。现在李健是很有针对性的这个选择了远距离的腿法的控制。对，这一看呢是对王俊光做过研究。又来机会了。其实有效打击数并不高，对，大部分打在对方手套上，但是这个很好看，这个连珠炮式的这种连续进攻。我觉得李健是有备而来，我们看他那个防守的那个手，正好控在王俊光喜欢攻击的那个线路上。对，那这样王俊光换线路郭正先生也介绍了，这个王俊光呢是没在日本打过比赛，但其实呢，在日本呢已经是很有名气了。对手呢对王俊光也是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。是，尤其刚才严峰老师其实说到了，您看。首方连续的腿法进攻，王俊光非常漂亮一个转身的边拳啊，但是虽然有点可惜没有打到对方，至少这个架势非常不错啊，把这个日本选手吓到是连连后退。那现在这个日本选手面对王俊光的进攻啊，他也想做反击，但很可惜他所表现的只能说是去承受王俊光的重拳啊，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还击。对。王俊光的这个拳要重新改一下线路啊！整灯，玩一下，漂亮！一扫，直接趁着腿往里进。你看裁判对这个搂抱和这个抓持的这个判定很严啊！对。又是一个定点输出，继续对击，连续的低扫。现在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那面对着第一回合啊，刚刚王俊光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怕就怕在如果说王俊光打的一下子上头了的话，那他的拳法有的时候很可能会变成毫无章法。所以呢，也就会给对方留有进攻的机会。所以在第二回合一上来，他抓住对方的漏洞，就是先发起进攻。那看来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啊，主要的战术还是防守啊，不像王俊光啊，空空就是一顿输出。但是说我们的胜可能性是99%，后来他改口了，要改成100%了啊，就是那一点也不谦虚了。对，这其实也是一个是对运动员的这个信任和自信，一个呢也是出于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关爱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比赛场上，运动员更多的是需要鼓励，对，需要勇气的。对。李建佑举刚才已经做了好几次这种垫步的点膝了，是，都击中了光光啊，都击中了王俊光。王俊光一定要小心自己的中段啊，这个垫步的点膝有点像这个低位的勾拳打斧，而日本选手能把这个力量打得更好。王俊光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去之后连续的击打，虽然有的但没有办法找到这致命的状态和对手的弱点。你看这个垫步的点膝。对，其实光光的这个进攻呢，左右的摆拳是在一个平面上的，他很难防御住自己的中段啊。李建佑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，对，连续有几次是这个就像是这个乱军当中的一杆突击步枪。王俊光现在是火力全开啊，猛烈的输出，现在打的是日本选手毫无还手之力。这才第2个回合，那这个日本选手就已经打成这样的话，那很难想象啊，他在第2、第3回合是否还能继续坚持完成比赛？顶膝，感觉李健有点，这个顶膝我们看还是蛮重的，但是李健有点往后退了，是被光光打退了，能不能有机会找机会？我们看赛前我们这个担心的选手对规则的不适应并没有出现啊，对，他们对规则适应很好，应该做了充足的准备了。虽然勇士荣耀的规则呢是更倾向于日本方向的这个规则，但在抓持上没有那么严格，还允许这个单手的拍膝。后手拳塞到下巴了，李健的垫步点膝，李健的点膝只在自己的左腿上，也就是后腿上。现在李健游己的前腿啊是多次的受到王俊光的低扫，看一会儿会不会有这个效果和影响出现。好，第2回合。好的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。那这一回合呢，按打击来看的话，王俊光还是比对方啊他的有效打击点数更高。那可以看到日本选手啊，从第2回合一上来之后呢，一直被我们中国选手王俊光连续的进攻。他每次做反击的时候啊，可以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啊，反倒是被王俊光连续的重拳输出啊。刚刚那一下他确实是顶膝啊，有攻击到王俊光，但就那一下，王俊光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。那看得出来，王俊光第2回合卯足了劲儿啊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个日本选手还真的挺难打，抗击打能力非常强。所以让我们看一下第3回合会发生什么。李健会不会改变，开始用前刺控光光嘛？但是两个人臂展差的不多呀。可以看一下2位选手的数据啊，身高上李健游己是1.72米，王俊光是1.68米，所以说呢，身高和臂展2个人呢并没有太大的差距。边拳没打到，李健的脚步移动啊，现在开始有讲究了，开始往光光的弱势手方向开始移动，往左方，这样的话是避光光的重击。如果避掉重击的后腿的吸法和后腿就会比较有效。后手前手反其道而行，光光是前后手，对方直接后手前手，连续的扫贴，泰式的。开始连扫，王俊光找到机会，试图反击，正蹬，塞到，左手摆拳。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李健游己的这个连续的这扫踢，看到他的爆发力啊！这个顶膝。这个第3回合还是蛮精彩的嘛。这个日本选手看来前2个回合一直被我们给碾压着打，所以在最后一回合。他也是想为自己赢了一点点数啊，可以看到他的进攻还是非常猛烈的，他的连续顶膝再加上低扫，看来对王俊光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啊。现在整体的优势啊，还是在我们中国选手王俊光这边。你看大量的有效进攻都没有，你看多次，这个有机会，这回有击刀伸脚。在边缘，前刺。现在我们看王俊光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体力拿出来要进攻了。对，
此时不伐，更待何时啊？对，这是对胜利的渴望啊！没错，这会儿呢，场上能集中的表现出来了。两个人疯狂的拳腿对攻啊，看得出来这一回合双方都想着利用最后一回合啊，能不能找到一个去终结对方的一个机会。所以王俊光也是还在连续的重拳，再配合上腿法。现在日本选手一直被打到是只能后退，这个进攻的数量高到一定程度就量变引质变了。对，而且现在整个王俊光打的这个气场非常足啊！你看这个对手呢，已经是有一点且战且退了，好像是在中国打一样啊。王俊光这会儿真是拿出来这个必胜的这样一个状态，是这个完全是被王俊光占据了场上的优势。对，最后这10秒再表现好也很难拉回来。这会儿打的已经不是一个有哦，好的，现在3个回合啊，比赛最终结束。那这场比赛在第3回合可以看到，王俊光他的体力倒没有说完全消耗非常大。那这一场比赛，我们中国选手王俊光从第1回合到最后结束，他的有效打击点数啊，在每一回合都是胜过对方的。虽然说第1回合可能说两个人打的还是个平手，但是一到第2、3回合的时候呢，日本选手很明显的他的进攻点数并不如我们中国选手王俊光，所以最终裁判判定我们中国选手王俊光，我们的光光猜获得了最终的胜利，恭喜王俊光。OK，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